传开永恒的关怀，来自台湾之音 RTI。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欢迎朋友收听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为大家进行的他在做什么呢？跟大家谈一个让我非常感动的故事，那就是呢，中元普渡才刚过完，在台湾来讲呢，农历7月我们都称为是鬼月，但我曾经多次在节目当中特别说到了，应该叫慈悲月，它展现了台湾民众他的爱心跟热情。而说到中元普渡的时候呢，祭拜的贡品五花八门，除了我们会烧金纸之外呢，也会像有一些这个食物，甚至是纸扎的这个相关的产品。但今年很特别，出现了保养品纸扎的这个贡品，跟着贡品一起祭拜，不仅让人回忆起多年前好像也有纸扎的这个超市的作品，引起大家的讨论。一般来说，台湾的民众有这样的一项的习俗，就是对于已经不在的亲友啊，我们会在特别的日子或者是他的告别式当中呢，我们会烧一些纸或者其他材料做成的，像车子啦、房子啦，甚至生活当中用到的器品。不过这次用保养品系列倒是蛮特别的，他们想让这个好兄弟好姐妹透过像我们一般来讲都会在普渡的时候准备脸盆、牙膏、毛巾，让他们梳洗之后再来品尝美食大餐。但这次呢，保养品好像是想让这些好兄弟可以改头换面，让他们吃好用好之后回去还可以继续拥有好脸色，继续的保养。而说到这里，不由得要聊到今天我们访问到了这个世大全安生技有限公司的郭真君总经理，以及吕嘉熙美容教育总监，这就是发自于他们的创意了。他们跟小编发挥了创意，那跟同事 DIY 全球限量5组的纸扎的保养品。那这个保养品呢，总共有4款，非常的有意思哦。可能一般我们的保养习惯，化妆水啦、乳液啦、精华露等等总共有4款，而且这每一款都是业者，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像郭真君总经理跟他们的小编亲自用 A4 的纸来手做，尤其是这个从内盒外包装都是1:1的比例，每一样都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努力，想把细节做好。那你可能要问祝玉，为什么这么做呢？这里要谈到一段感人的故事了，到底是什么？待会儿请郭真君以及吕嘉熙2位美女跟大家分享。另外呢，我也要请2位来谈谈他们的斜杠人生，因为2位原本都是专业的美容护理师，但是他们后来转换跑道了，现在做行销推广的工作。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在临床的过程跟经历当中，他们又有什么样的一些观察呢？透过今天节目，2位将和大家来细说从头。好的，废话不多说，就来进行今天他在做什么。请到了世大全安生技的郭真君总经理以及吕嘉熙总监，和大家来分享。他在做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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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到底在做什么？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2位新朋友。那么一位是世大全安生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郭真君，真君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美容教育总监吕嘉熙，嘉熙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是看到2位我其实压力蛮大的齁，你们看到我之后呢就大量的而且极力的给我很多的劝导哦。我想其实在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呢，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因为最近看到了你们做的一项的公益活动，我觉得它是公益活动了耶。台湾来讲是我们的中原普渡的，在台湾来说很重要的民俗的活动啊。但这次我们看到了你们提供了纸扎的那个保养品为什么会想这么做呢？我觉得这个蛮特别的耶，是不是先请这个郭真君总经理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呢？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起心动念？好。其实故事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一次就是同事有在分享，就是应该是前阵子同事有分享说，其实我们过去有一位病人，就是长期使用的保养品的这个病人来联络的是他女儿。那因为他的妈妈就是前阵子过世，离开了这样。那就在想说，因为过去妈妈也是我们很长期的病人这样子，那在想说妈妈一直很注重就是皮肤上面的这些保养。那他就在想说7月嘛快到了，那有没有就是因为他们刚办完这些那个事情嘛，那有一些纸扎的东西，那就在想说那是不是有保养品的东西是不是也可以就是送给妈妈这样。那我听到同事这个想法之后，刚好我们现在年轻的小编就是现在引进新的那个年轻的伙伴很多，那他就说那还是我们也来试试看这个东西做看看。但是要先讲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这个所以大家一开始说好，那不然我们来试试看好了。于是呢我们就开始去上网去找说怎么样做纸扎，一直在研究这个东西。于是大家就一起开始合作，就是把从那个开始裁模裁版，然后怎么样去印刷，怎么样排这样子，然后从这样子糊，好不容易应该花了4-5天有吧，终于糊出了一份。所以一份就大概2支产品，只有2支，那时候只有糊出2支产品。那当然越做越有兴趣的时候，就想说好吧，那不然我们多做几份好了。于是我们大家合力，大概4-5个人吧，合力在1周里面认真的糊了全球限量的5份，就是好不容易糊出5份出来。那当然我们就1份就是希望帮这个病人圆梦啊，就是让他提供给他妈妈这样子。那我也希望帮他尽这一份心意。他带走之后呢，那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把剩下这些东西，再剩下这4份嘛，再放到网络上去，希望可以传达给更多人，就是帮助他们。如果他们有这个心意的话，我们也可以提供这样子。是，其实我讲真的，我听到了刚才郭真君总经理这么说呢，我觉得很感动是因为没有想到呢，是因为你们的这个客户嘛，我们可以讲病患嘛，客户因为他自己呢平常就是生前非常重视保养的工作，对，那因为他的家人跟你们有这样的互动跟联络，表示你们的关系其实医病关系是非常紧密，而且感情很好没错。对，那你们想好好的送他，所以特别用了这个纸扎的保养品，对，来送给在天上的他我相信他收到一定很开心的。有没有人有做梦听到他跟你们说谢谢的？还没有。看他女儿有没有梦到妈妈特别有托梦了没有？其实过去呢我们讲到农历7月，我们讲是鬼月对不对？但是我听到你们的故事之后呢，我觉得用慈悲月来形容是最恰当了耶。你们的慈悲的关怀呢，让这个不在的妈妈，其实不管是她有圆梦了，那对女儿来讲那也是一种安慰，是不是？是。她的女儿怎么样跟你说呢？她的家人他其实那时候我们决定要帮他做这件事，他其实女儿很惊讶，就是说真的可以吗？真的可以吗？我就说我们会尽力，我们会尽力帮你圆梦这件事情。那后来当他拿到这个手做的东西的时候，他其实一直跟我们道谢，一直跟我们道谢。对，因为他觉得我们至少把他的
心意放在心上，然后替他完成了这一份那个梦想，这样子。小编在做这样的这个小物件的过程当中，应该有很多的一些困难的地方吧？非常，因为保养品你不可能做的跟这个正式的样品原型一模一样吧？我们那时候要求的是连内容物，就是连罐子都要糊出来1:1的。就是你是圆形啊？应该长形吧？比方说乳液就是长形的罐装，罐装的圆罐装的，然后还有那种油罐装，就是一个瓶子，然后上面还有尖头瓶的那种，连那个头都要挤压的那种压头都要做出来，那个样子都要出来。你们小编1个月的薪水有多少？不好说，怎么这样考验人家？这个小编会被你们吓走哦。不过他也做到后面还蛮有心得，一直在说我快完成了真的。2位有没有下去尝试呢？我有协助，因为我看他实在是太辛苦了，所以我如果有空档说来了，我来了，救援来了。对，可是你们怎么想到做5套呢？第一个五套，第一套就是送给那个你们的老朋友嘛，对不对？然后其实5套是想说，好吧，那我们做下来，就是我们总是要有一个切指点，我们不可能做到100套，因为真的纯手工，开玩笑，对。所以后来我们就说，好吧，那我们大家决议，那就5套吧。就这样。OK， 那这5套除了说郭真君总经理有帮忙之外，都是靠小编一个人慢慢把它折出来啊。我们有2-3个小编，2-3个小编哈。你们用的是什么样的材质啊？我们有。应该是说第一个有那个我们一般的印刷纸嘛，那当然还有特别送印的那种可以分烧的，而且您那个包装对不对？对，你要如实的去呈现你们的作品。对，没错。太厉害了！所以这个小编拜托跟老板讲一下哈，这个回去帮他加薪，对，加薪这是特优哈。当然，我觉得更让我感动是你们的用心呢，因为事实上过去呢，好像有人用那个纸扎的，像是超市是不是啊？超市有嘛哈？超市就是各样东西，各式各样都有嘛。那其实在台湾比较传统的像这种告别的一个纪念的物品呢，要烧给我们的这个不在的家人，通常就是像那个别墅嘛，房子嘛，车子嘛，冰箱电视啊。后来手机网络开始流行之后呢，就所谓的 iHome 啊等等这样的东西。结果你们看到了你们这个过去让你们照顾的这个好朋友的需要，那透过这个方式呢，其实我相信他的家人都会非常非常的感动啊。好，聊到这里呢，我其实想请教2位哦，像郭真君总经理以及吕嘉熙2位原本都是从事护理相关的工作嘛，而且都是以美容为主嘛，但是你们2位呢，现在有不同的斜杠人生，就说你们看到了在过去服务的这些朋友的过程当中，你们有不同的一些想法，来聊聊你们生命当中的一些改变好吗？我请嘉熙先来聊聊。嘉熙其实看起来25岁的感觉，他跟我讲其实不止，实际年纪呢，等有机会跟他接触再来说好了。嘉熙其实原本从事像美容相关的护理工作嘛，对，但现在呢反而是以教学为主哦。对，是因为疫情改变你的工作呢，还是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好的，因为我基本上是在皮肤科临床大概有11-12年了，那主要就是服务的是问题肌肤的病患。那后来其实就像您刚刚讲的，就是因为我有3个小孩。你有3个小孩？对，那陆续呢25岁，所以你18岁就结婚了。主持人您真的对我很好，真的。对，那我就先保密我的年纪好了。好，那当然。所以呢，因为这3个孩子陆续嘛，就是大概要上国小了。那其实大概我在我的工作的职涯规划就会有所改变。所以那时候其实就想说，可是因为我还是非常热爱我这份就是在临床上的这份专业，对皮肤科的专业。然后，但是也因为就是看到这些病患，他们长期受到问题肌肤的困扰，甚至在我的生命当中遇到3位那个病患。跟我说要自杀。那其实呢，那时候我就会警觉到说，原来皮肤可以带给一个人的影响这么的大。那因为他会觉得他的脸每天都红红的，然后甚至呢就是一直在脱皮，然后呢甚至流那个脓汤，然后怎么医治都不会好。那当然在我手边慢慢
有帮他改善了。那透过我们的专业医师团队来讲，那基本上他也获得改善。但是因为真的这个，因为对我的人生太大的影响，因为我接到这样的讯息，其实晚上我睡不着觉。那后来我就在想说，我要怎么样在兼顾我的家庭跟我热爱这份工作，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可以帮助到人，那而不是只是说在说我们所谓的商业上的部分。那我后来就在思考，那我觉得与其说斜杠，其实我一直都有在计划着说，假设我没有办法这样的值班，因为毕竟在临床上工作，大家都知道，不管是在医院或是在诊所面，其实都有值班的部分。那但是我还是要考量到回家要照顾小孩嘛，所以呢，后来我就想说，好，那如果今天刚好这个契机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世大全安，他们需要这方面背景的专业知识的人，所以我就来从事这个行业。那因为他的工作可以比较弹性，那因为其实我在职涯的转换，我就是有在做兼职的讲师的部分，对，那就是把一些我所学的东西可以再传承下去给一些年轻的朋友们，对，那一样热爱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皮肤科或美业的一些朋友们这样子。那慢慢的，其实就是说我希望，因为就是前面的这些病患好朋友们，他们这样的痛苦，所以我觉得应该说，我既然是从事这些皮肤科的医学相关的这个行业，我应该要开始思考，就是说，因为这过程中也有很多年轻朋友，很好玩的是，我分享一下，就是说，就是妈妈带女儿来看。对，那因为我们过去在诊所端的部分是要做皮肤检查的，后来发现妈妈没保养，皮肤还比女儿好。可是女儿的保养，哇，他们因为很爱漂亮嘛，所以其实在脸上其实都会有涂涂抹抹的东西比较多，是，反正就是产生了很大的问题，敏感肌。对，那后来我就发现，哇，开始这几年我发现都是年轻人就是年轻人的状况，就出问题的都是年轻人啊，对，下修了，年纪下修了，对，然后而且都还蛮严重的，对，脸都是红红的，对，那你知道年轻人爱漂亮，红红的就会一直在擦，又把它盖住，越盖越厚，对不对？答对了，所以他们就会症状就会很难好这样子，所以我就想到说，如果我可以再把我的过往的一些我的经验跟我的知识能把这个医学讲的，我们讲预防胜于治疗，然后再针对这些亚健康的肌肤，那我可以尽一份，就是我觉得我可以把我的经验传承的话，我觉得这是我很想做的一件事情，也是我非常热爱，一直以来不会想要间断的。所以呢，我觉得现在我们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我觉得刚好也希望更多朋友来认识我们。其实我们就是希望说，可以你就有一些很好的一些观念，这样子。对。今天这两位美丽的新朋友来到之后呢，我压力非常非常的大，因为你们刚才讲到的每一个问题呢，都在我身上发生过，尤其是像刚才呢，嘉熙特别聊到了这个女儿嘛，就是妈妈陪伴她来就诊的过程当中，妈妈的保养状态反而比较好，但重点就在这里哦，因为刚才郭真君总经理特别跟我说到了，其实妈妈没有保养，对不对？完全没有差太多的东西，反而保养的保持的更好。我妈妈就是这样子，但我就是负面的教育啊。这个有机会我们在医学方面的尝试的分享过程当中，再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是的，因为嘉熙您自己呢，就是孩子大了，然后希望有更多时间陪伴他们，所以你就转换了你的职场，但是你还是用你的专业来服务更多的朋友啊。那你的教学的课程当中，就是以护理人员为主呢，还是说有更多有兴趣的朋友，这些民众想了解有关这部分的专业，透过你们所开的一些讲座，都会做一些分享呢？对，基本上我们的那个服务对象不只是护理人员，那其实现在也有所谓的美容的，从事美容行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报名。对，那甚至我们现在我们也希望帮助所谓的，我们有一些就是越南的朋友，对，越南的朋友，对，我们也希望可以去就是
去推广，然后辅导他们这样子，协助他们可以在，因为其实现在美业有很多越南朋友参与进来在台湾，是那我们也希望能在这方面做协助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的对象是很广，只要你愿意想要跟我们一起在这个行业，然后可以传达更好的知识，那我觉得都是可以互相协助的这样子。 OK， 好，有很多的互动，透过像演讲啦、讲座啦，或者这样的学习课程当中，都可以把这样的知识传递下去。我想请教的这个是大安全生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郭真君，真君自己本身其实也是在像美容诊所担任像这样的专业的服务的工作嘛，然后你也跟这个吕嘉熙我们的这个美容教育总监一样，转换了跑道，然后做了这样的一个行销推广工作。刚才嘉熙特别聊到你们也会服务一些越南的朋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交流呢？我好好奇哦。这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新的规划啦。那因为有鉴于现在其实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其实很多就是美容店，它其实我们周遭就是居住的环境里面，其实有很多美容店都是越南就新住民这些朋友。那其实就是在生活周遭上多多少少也会就是光顾他们的店。那其实从他们的那保养观念虽然没有深入聊，但是他们其实都还蛮喜欢化妆的嘛。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们其实对自己的外在的部分其实是很重视的，对对，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借由这样子的概念，除了服务我们国人以外，那现在新住民越来越多，其实我们也不排斥去跟他们接触，而且在语言上面其实也是通的。对，所以我们其实接下来是有这方面一系列的规划这样子。那我们在我们的美容顾问里面，他对这方面其实很有兴趣，所以他刚才在聊到说，接下来的越南朋友是我们就是下一个服务的对象，等于是要辅导跟服务的对象，对不对？是。我觉得其实两位刚才讲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哦，因为台湾本来就是一个移民的社会嘛，是来自各地的像新住民的加入啊，像是越南、泰国、印尼啦甚至中国的新住民呢。那我特别明显感受得到，以中国来的新住民这些配偶来讲的话，他们开餐馆的比较多，对。那越南的话，他们特别重视保养这件工作，对，像一种美容的护肤的工作啦，或者说洗头的，对啊，还有就是像那个指甲，对，我就发现他们特别有这样的情形。那印尼的这个新住民来讲的话呢，他们比较多元了，他们可能有打工的，对不对？在餐厅去上班，或者自己也开这个印尼的餐馆啊。对。但是从事美容工作相对之下比例没那么高。对。泰国的话，按摩。对，几乎都是。你看他们其实各自分配他们的专业在服务台湾的朋友哦。所以刚才呢吕嘉熙我们的这个教育总监，包括郭真君总经理特别聊到了，未来也会为这些越南的朋友，我们的新住民，如果对美容保养有兴趣的话，你们会透过讲座或学习课程来指导他们啊。是的。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呢？目前才就是在筹划跟因为我刚才说了，就是我们下一个目标的一个推广嘛，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还是在筹划。那有机会可以再来分享。对，下回一定要来报告一下，就是说已经行销推广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些越南的新住民这些美女们如何来做一些反应哦。因为讲真的，你说各个这个新住民来讲的话，好像相对之下越南的女孩特别漂亮，而且他们的皮肤的质感也很好，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比较具有那种代表性或说服力，是不是？像两位其实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人哦。好，谢谢。你们在服务这么多的朋友的过程当中，你们有什么一些感动跟感受呢？因为刚才我听到吕嘉熙我们的美容教育总监特别说到，你甚至在服务辅导的过程当中会看到这些皮肤有问题的朋友，他们会因为自己的状况而让自己没有信心，甚至想要有那种轻生的念头，怎么会那么严重呢？这真的蛮严重的，而且我们其实当时是有8位护理人员，其实我身上我自己亲身就3位，其实还有别的同仁也有遇到。是，那其实我觉得那就是为什么我刚刚有分享到，就是我觉得蛮 shock 的，因为我当然我觉得我自己不会因为
脸上这件事情而会让我导致像有轻生的念头。所以但是因为其实就真的因为有服务到这样的一个客群，那我后来呢了解到一个很关键的是，因为他们觉得可能他们的工作是需要面对人群的。那如果是服务业来讲，大家应该都知道，面对人群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给他的第一印象，对，见面3分情嘛。那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好好的脱下口罩，因为他们都会用脱下就是口罩。当时虽然没有疫情，但是他们还是用口罩去把自己的脸遮住，而且越大越好。那但是您也知道，如果当你脸上假设是痘痘肌很多的人，或是他脸上很红的人，你又把他闷住，其实会更恶化。那所以他就会在恶性循环下，或者是一直擦药去抑制它，但是他就是压不下来。那最后就会崩盘。对，那当然他就会觉得他整个没有信心的，不知道怎么用才会好，他等不到那天会好的日子，所以他才会想要放弃。OK， 我其实为什么会请教两位这个问题呢？我印象特别深刻，我的高中的这个闺蜜死党呢，她也就是那种皮肤特别有问题，就是会长痘痘，然后就是脸上我们经常以前小时候不懂事都说她像月球表面一样坑坑巴巴，其实现在回想起来自己真的蛮缺德的哦。那个时候又是女孩子，你知道，因为我是念的是天主教的女校，那她当然就对自己是没有信心，偏偏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女孩。那我就特别感受得到，刚才吕嘉熙还包括像郭真君总经理特别聊到的，在辅导服务的过程当中，这些他们对自己失去信心的人，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比较灰色的想法耶。这种案例应该蛮多的，对不对？真君总经理，其实很多是齁，你怎么安慰他呢？除了为他做服务之外，你们有做心理的辅导吗？其实在日常的那个跟他沟通里面，其实都是有含到心理辅导这一块啦，安抚，是然后给他信心，然后其实这样的病患他在发作的时候，他最怕的就是他求助无门这件事情。所以我们面对这样的病患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自己心里也是一种压力，但是我们必须要打起精神来去协助他，去陪伴他。所以对他们的讯息，其实我们都不太敢很轻易的去把它就是放掉，希望能即刻去回复他，至少可能不是他要的答案，可是至少当下我可以进行到安抚这件事情。因为他怕的是没有人理他，他看不到未来，他看不到他的下一步。对，所以在这一段间，其实我们在做这一行里面，其实从业人员的心理压力其实是算大的，尤其是当病患他或者是顾客他脸正在高峰期的时候。对，但是我们其实是很有信心，知道说他过了这个高峰期之后，他皮肤一定会变得比现在还要更好。这个是我们非常有信心的。但是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每一个人的皮肤一定不一样，他受过的伤害不一样，所以他需要代谢的时间其实也会不一样，然后再加上就是可能心理因素的影响，会影响到他没有动力，可能在使用上面呢，他可能会有一些倦怠，或者是可能也许我讲的是 A， 可是他做出来可能是 B，这中间的落差我们就是要一点一滴去帮他找出来，去找到说他有没有照我的正确使用方式，那是不是会如我预期这样子，就是把这一峰高坡就是平安的度过这样子。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是需要非常紧密的联系，然后去给他心里面的支持跟那个皮肤的照护的那个建议跟调整这样子。我了解了，对，为什么你们会特别为这一个呢过去服务的病人，就说你们的好朋友去做纸扎的保养品，我可以了解那个过程了，因为你把他当做家人一样了嘛。是你看，尤其是你们在帮他做这样的一个照顾的过程当中呢，还要为他做心理辅导的工作。因为讲真的，以前自己在看皮肤科的时候，可能跑大医院的话，那每个这个医生看诊的时间极为有限嘛，可能5分10分就得滚出来了。对，那到这个所谓的自费的美容保养的这样的诊所去看诊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可能病人也太多了，医生没有太多时间花在你身上。这个时候呢，护理人员就很重要了，是他要很有耐心，不只是要有耐心，他还要有专业。那你们现在加上做心理辅导的工作，老板到底一个月给你们多少薪水？到底有没有分红？真的，难怪你们后来呢看到他们的需要之后，会跳出来，就干脆投入这样的一个行销推广的工作。是。
好的，继续下来，我想请教郭真君总经理以及吕嘉熙总监，一路走下来，应该有蛮多感触吧？是，其实是感触真的很多，因为我们最早之前面对来都是已经有问题，而且问题很严重的。那我们其实在陪他们治疗的过程里面，我们就会想说，如果我把他，就是如果他更早认识我们，他是不是就不会有现在这样子的痛苦了？是这样。其实你常常会看到，只是说，我们宣传的这样的理念，有时候真的可能跟大家认知的理念会有点不太一样。可是我们临床这么多年，这10几20年看下来，确实就是你看到的问题点就是这么多。那如果你不下修去，以后就是问题肌肤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就这些人，其实我觉得就我们能帮助的其实有限。那为什么我们不往下把这个正确的保养观念去下修，让他们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不会有这样的过程要去承受面对。对，尤其是我回应刚才呢郭真君总经理特别聊到的，因为现在呢疫情这段期间，很多护理人员都出走了。对，我认识好多的护理师，他们后来都离开他们的这个医院的职场，包括像诊所。那人员缺少之下，那如果我们又没有建立一个比较正确的观念的话呢，将来就没有人为他做服务了。所以你们等于是透过像你们的4大全安生技，改变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照顾的方式，是这样的一概念吗？是 OK， 好，嘉熙跟大家聊一聊你们的想法。其实就是回归到我们其实提倡的信念之养很简单，就是回归到你皮肤应该它自己应该有的结构下，它就会有应当它该有的功能。那你就要让它去正常的运作。那其实呢，刚刚我们讲了这么多，就是因为其实大家现在都太要求的给予皮肤什么，其实会忽略皮肤它应该有代谢出来什么。你要让它自己要有代谢周期，而不是一直灌溉它东西，然后强迫它吸收，然后呢你就会造成过度的剂量，导致你皮肤产生一连串的一些我们所谓的效应，就是比较不舒服的症状这样子。那所以我们讲的是我们的理念。我们的理念就是因为刚刚我们的初衷就是因为我们在临床上真的看到太多这些受困扰的，然后失去信心的，对人生真的产生了非常的很多负面的一些想法。那我们希望呢，也因为刚刚提到的那个年龄都开始下修，这是一件我觉得不乐见的事情，因为现在大家生育率又少，包含我有3个小孩，所以我真的觉得应该要好好照顾这些年轻的一代，有一些好的正确的保养观念，然后让他们像刚刚总经理讲到，不要再我不希望再听到说他们为了他们的颜面这件事情，然后失去信心，然后连工作都不做了，然后整天只能待在家里，还把家里的镜子都打破。那其实这样子真的是我们真的不想再见到这样的案例这样子。所以信念之养最终是希望提倡一个很知道说怎么样去一个最正确的方式，然后维持你皮肤该有的机能，它该有的功能。就像我们有双手，我们知道我们的双手有5只手指头，你就不应该少1只。那这5只手指头其实就是要来拿水喝，拿笔来写字。那脸部也一样，所以我讲一个比较简单的，脸部来讲，它有线管跟我们所谓的皮脂腺，一个出油一个出水，你就应该要让他们去平衡工作，让他们应该要分泌出来去滋润你的皮肤的表面。那其实就是天然的保养品，就是上天给予我们的。那为什么你要一直过度去控油，然后甚至你要一直的不断的擦东西，保湿啊，或是美白啊，或是什么的，然后就不停的，甚至我常见的我的过去的顾客，他们一天可能要敷面膜敷3次，一天3次、对对，这是不夸张的，这不夸张，对。然后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才会皮肤会发亮，对。那因为其实这当然是现在的一个社会的现状，就是因为大家都讲求要快，要速效的美容方式，所以也会导致这样的一个一连串的，我觉得我们比较不热见的一个现象，这样子。OK， 我想请教郭真君总经理，刚才呢，我听到了我们的美容教育总监吕嘉熙他特别聊到说现在等于是说我们的身体的状况，尤其是皮肤的状况呢，其实有问题的年龄是下修是你们这么多年的临床的经验，你们特别看到，通常在过往我们像我自己呢，皮肤开始产生
很大的问题也大概就是40岁之后嘛但现在你们看到的年轻人大概几岁就发现他的皮肤是需要透过像你们的专业的治疗或者医师的帮忙才有办法去修复呢？我们其实有遇过很多还蛮多未成年的，所以我们都要未成年还不到18岁啊？对，要家长陪同。因为我们其实有分2段啦，就是一段是像我自己，我跟他一样，我也有3个孩子。你们都好勇敢，跟你们拍拍手按赞。那因为我的孩子现在就可能在青春期阶段嘛，所以就会有像我这种年纪的妈妈，然后会带孩子因为他可能本身自己也是病患，觉得知道说这样子的治疗观念是对的，所以他希望也带给他的孩子是这样的观念，所以也不敢让他孩子在外面乱保养，所以就带来了这种。那这种其实都是小问题，就是可能青春期那个皮脂腺还在比较旺盛，还在没有办法自我平衡的状态下，然后带他过来。那还有一种就是大概可能我们好像接过最年轻应该是15、16岁吧，他自己来。就是自己打电话来预约，那因为来挂号之后，他可能我们发现他未成年，那当然就是第一次帮他看了诊之后，就会要求他要家长陪同，所以我们18岁以下的其实不少，就是大概从15到18岁这个，甚至到20岁以下，我们都会希望要父母陪同啦。对，因为他整个治疗这个年龄层其实差不多嘛，因为你往回推，我们大概现在的孩子大概从国小5、6年级就可能同才嘛，发育的比较好，然后会开始对爱漂亮，然后可能同才或者是我们现在开架式的这些东西，然后就开始使用这些瓶瓶罐罐，然后洗面乳嘛，就是可能会受到一些观念说你要开始洗脸嘛什么，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其实他最早开始受伤，其实都是从洗脸开始受伤，洗坏了。就是这个点洗坏了，没错，过度洗敏感了，然后洗脱皮了，然后再又来擦不对的东西，这样累积下来，那种皮肤伤害越严重，你大概2、3年以后就开始陆陆续续出问题。那尤其是现在的保养品的第一个就是各国的品牌又多嘛，然后再来开架式的又多，对，好，可以选择又多。那现在年轻人其实随手可得，或者是网络商品这些东西，那他们的资讯很多，所以他们就很喜欢尝鲜嘛，就是一直乱用，然后有什么这个不适合就换下一个，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常在临床上面看到，就真的你在下修就大概从15、16岁。的问题是严重的，我现在讲严重的，就是15、16岁开始，就是必须寻求像这个皮肤科的医生来做诊治。他们也许都已经去看过其他皮肤科医师，然后用了药，然后一直没有办法缓解，没有办法稳定，然后来到就是爬文嘛，上网搜寻嘛，然后来到我们这边，然后就会知道说，我们其实不是给药的这种方式治疗，所以但是我们因为不是给药，所以我们在就是治疗的时候，我们第一次我们就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跟他讲解我们的理念，然后你需要怎么样子配合这样子。OK， 对，我觉得你们真的是非常有耐心，不只是有专业还有耐心，尤其是刚才我听到了2位特别讲到，像我们希望未成年18岁以下的这个年轻人啊，就说你可能要有家人的陪同，因为那个治疗的过程可能相对之下，如果你已经受伤了，要很长，而且很复杂，对不对？而且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像我是一个比较懒的人，然后现在呢也不太会用肥皂洗脸，用清水吼之类的喝啊，反而不见得不好。对，妈妈其实完全不用洗面皂洗脸，家里头的小朋友，像姐姐的小孩，因为我自己没生孩子姐姐的小孩呢也从来不用肥皂洗脸，那我经常跟他讲说，你怎么不用洗面乳洗一下？还好他非常懒惰，我没有害他阿弥陀佛。这上帝有照顾，原来我错误的观念要更正了。我觉得你们刚才2位的分享非常的好，因为2个人，你们从原本的在皮肤的这样的专业做服务这些有需要的朋友们呢，我们不要讲病患，其实他们都跟你们变成好朋友了是那后来你们的斜杠人生跳出来了，就做更多的一些像讲座的部分啊，教学的课程，也做行销推广，你们的点线面其实更广了耶，一路走来应该很开心自己做了这样的一份工作吧。嘉西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啊？因为就是
这是就初衷嘛，所以然后因为觉得喜欢对愿意，是，所以就其实做的甘之如饴啊。真的不后悔选这条路老板有听到吗？我把这个访问过程的袋子MP3 送给你们的老板哈，希望他可以听得到。那我想真的那我想请教这个信言滋养的郭真君总经理，一路走来你自己又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你有什么样的呼吁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一路走来，其实我跟嘉熙一样，就是跟我们总监一样其实我们对这份工作其实是很热爱的了。那我觉得这个理念，因为自己本身也是曾经受过皮肤的问题的困扰，然后也一直都有在修护的过程中，所以我可以理解，就是皮肤有问题的时候，你这个要修护的过程是有多么不容易，尤其是你如果寻求到不对的方向的时候，你一直其实都在错误中摸索，每一次其实你会让自己很沮丧。是，那我幸好我在10几年前开始之后，其实我是调整了我的就是皮肤的一个保养状态的话，那到现在其实我是非常满意的。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我自己有这样的信心，加上我喜欢这份工作，所以我其实要呼吁就是听众们，其实真的不要太认真去保养你的皮肤OK， 然后再回归到最初最天然的说，不要太认真去洗脸，真的没有这么脏。OK， 天然的上好，对，用水洗脸就可以了。对，天哪，你们完全颠覆我过去对于皮肤的照顾的观念跟想法耶。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我看到了2位的爱心，你们的小编要跟他说声谢谢，因为我真的非常感动，花了将近1周以上的时间，对不对？每天折，要上网络写点那种小编文章，还要每天折那些保养品，有5套都有送出去吗？有都有哈。好，希望收到的这些好朋友、好姐妹，我们不说好兄弟，好姐妹们都可以感受到你们的爱心。那当然呢，希望往后有机会再上到节目当中来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正确的保养皮肤的方法哦。那你们2个的斜杠人生，我可以按赞吗？成功，谢谢。对啊，当然更感谢你们3个生了小孩，总共加起来有6个，我们的晚年就靠你们的孩子了。加油加油！真的好的，我们非常谢谢世大全安生技有限公司，也是信言滋养的郭真君总经理，还有吕嘉熙美容教育总监，期待我下次跟2位美女的再会喽。好，谢谢主持人，谢谢您，大家拜拜，大家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台湾活力购他在做什么，请到了世大全安生技的郭真君总经理以及吕嘉熙总监，他们聊到了为什么在今年的中元普渡的时候有用纸做成的保养品，原来是要送给他们的好朋友。那我相信呢，不管是已经不在的这个好朋友，包括他的家人，一定是非常的感动，而透过这样的一项公益活动，也去抚慰这些有需要的朋友。尤其是两位呢，刚才在讲着讲着不藏私，他们的专业美容护理师又上身了，很热情跟大家分享正确的一些保养的观念，当然也提供给大家来参考咯。好，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了。要跟您说再会了，我们下次空中再见。台湾新玩法5道谜题，请问矮灵祭是台湾哪个原住民族的重要活动？再请问农历的7月份举办的义民祭又是台湾哪个族群的重要活动？第3道谜题，农历春节期间发起澎湖起龟活动的是台湾哪个族群？第4道谜题，新北多元文化节又是以哪个族群为出发点而设计的活动呢？最后一道，台湾很多县市举办的眷村文化节，请问眷村是台湾哪个族群特有的居住文化呢？从9月初到9月底，解出5道谜题就可以参加抽奖。台湾新玩法等着你拿大奖。